如何快速增加肌肉量？为什么我做了那么多锻炼，但增加的肌肉质量却很少，其他人却能更快增加肌肉？好的，关于如何增加肌肉质量，我主要是从一位名叫 Shanker 博士的医生那里学到的。这位博士是一位生物物理学家，非常了解细胞的内部生物学、神经系统等等。他是我的一位导师，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，因为这些都是非常聪明的头脑，对吧？我学到的一件事是，要建立肌肉，有些事情是必须考虑的。首先，肌肉之所以增长，是因为当您锻炼肌肉时，比如说这是一块肌肉，对吗？当您锻炼它时，这块肌肉会遭受一些微小的撕裂，这些是一些小的撕裂，使肌肉略微受损。也就是说，您做锻炼并且感到酸痛，这意味着那里有一些撕裂，肌肉的某些部分就像稍微破损了一点，对吗？这些被称为微小撕裂。现在，这个微小撕裂，它带有一条微小的疼痛讯息，对吗？它向身体发出信号，需要建立更多的肌肉来取代并加强这块肌肉，对吗？这个讯息使得这块肌肉开始成长，现在肌肉开始变得更坚硬和更大，对吗？所以肌肉增长的方式是透过运动本身产生一些微小撕裂，从而创造了身体替代和加固的需求。因为身体习惯于适应，这些人类身体在这个星球上生存的方式就是适应，对吗？现在随着一个人不断地创造出更多的肌肉和肌肉质量，事实上在身体内部发生的是激活了一种称为合成代谢的功能。好吧，合成代谢，你们中的许多人听说过使用合成代谢药物的运动员，这些药物是增加合成代谢的化学药物。什么是合成代谢？合成代谢是新组织的形成。现在与合成建设相对的是合成代谢。当你想要创造更多的肌肉时，你想要创造合成代谢，你想要创造更多的建设。合成代谢的相对功能将是相反的功能，即分解代谢。分解代谢意味着破坏，对吗？那么建设代谢和破坏代谢的一切与此有什么关系呢？好吧，这与一切都有关。注意一下，那些拥有被动神经系统的人，就像我一样，我们在自然状态下有更多的合成代谢。也就是说，对于我这样拥有被动神经系统的身体来说，建立肌肉比对于那些拥有兴奋神经系统的身体来说要容易得多，而兴奋神经系统的身体则更加分解代谢。那些拥有被动神经系统的人，也就是我们继承的神经系统，更容易建立肌肉，更容易，因为它处于合成代谢的状态。被动的系统处于合成代谢的状态，这是一个建设性的状态，而兴奋神经系统的状态则相反，处于分解代谢的状态，这是破坏性的状态。因此，对于拥有被动神经系统的人来说，基本上只需要开始多吃肉，多吃脂肪，多吃蛋白质，某些碳水化合物，以获得足够的胰岛素等等。因为没有胰岛素，也不会有合成代谢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胰岛素，你就无法建立肌肉。如果你在试图增加肌肉时将碳水化合物摄取量降低到极低水平，那将是最糟糕的时刻，因为需要胰岛素。胰岛素有助于创造新的细胞，对吧？如果没有胰岛素，就没有新的肌肉，也没有新的细胞，也没有新的建设，因为胰岛素是一种建设激素，对吧？显然，如果你摄取大量精致碳水化合物，面包、面粉、米、马铃薯、糖等等，并且不运动很多，那么你的身体将只能产生脂肪，对吧？这不是你想要的，你不想要脂肪，你想要肌肉。但对于真正想要增加肌肉质量的人来说，正确的饮食不应该是3:1的饮食，而应该是2:1的饮食，这是 Shanker 博士推荐的。也就是说，2种 A 型食物，可以是肉、起司、鸡蛋以及其他这些东西，还有蔬菜和沙拉，还有一些1型食物，主要是淀粉，例如马铃薯、地瓜，有些含有淀粉的东西，因为淀粉部分可以增加胰岛素，而胰岛素是必要的，没有胰岛素就不能建立肌肉。然后 Shanker 博士说，我完全同意他，因为我看到了背后的科学。需要加强的是脂肪，因为要制造半公斤的肌肉，需要大约4万卡路里的能量。
通常人们认为半公斤脂肪相当于大约3000卡路里，所以那些想要减肥的人错误地开始减少不必要的卡路里，但那些想要增加肌肉质量的人，为了给身体更多的能量来产生脂肪，需要增加脂肪，所以基本上是2:1的饮食，其中我们会有大量脂肪、蛋白质，这里有蔬菜、沙拉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对于肌肉建设是必要的。这里有淀粉的来源，用于增加胰岛素，因为建立肌肉需要胰岛素。所以，如果您拥有兴奋的神经系统，很重要的是要让身体保持平静，给予它镁和钾，以使其平静下来。因为如果身体太兴奋，就会产生分解代谢，兴奋和破坏肌肉，而您正在锻炼，身体正在破坏肌肉。因此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如果您拥有兴奋的神经系统，您需要补充镁和钾。如果您拥有被动的神经系统，您不需要担心什么，只需要开始运动，并在这3个方面平衡您的饮食。如果这样做，您可以更有效地在更短的时间内建立肌肉质量。请注意，我已经尽力保持原文的字数和长度，同时尽量保持翻译的流畅性和可理解性。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有其他问题，请随时提出。